紧急兵王打开火车门，发现一架直升飞机正在攻击自己。于是男人走进前面的车厢，打开箱子，取出里面的机枪。在检查完装备后，男人抬起车厢门，趁着飞机换弹，男人立马扛机枪冲出。下一秒，机翼被破坏，飞机马上失控坠地爆炸。男人刚松一口气，结果又一架直升机出现。男人名叫泰勒，是一名顶级雇佣兵。在上集结局中，泰勒执行任务时被一枪击穿脖子，掉进了印度恒河。原本必死无疑的他被河水冲到了岸边，幸好队友及时赶到，将他送到了医院抢救。最终凭借惊人的意志再次苏醒，可受伤的身体不得不通过康复训练来慢慢恢复。重获生命的泰勒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，在花姐和弟弟的安排下，隐居在了风景如画的山里，一人一狗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可好景不长，一名不速之客的到来不但打乱了平静，还给了泰勒一个不能拒绝的任务。来人竟是受到泰勒前妻的委托，要求泰勒前往格鲁吉亚，从黑帮丈夫手中救出被囚禁在监狱的妹妹，也就是泰勒的小姨子。原来泰勒妻子的妹妹小美是当地最大黑帮二把手熊二的妻子。1个月前，熊二因为杀害了一名美国缉毒警察而被捕入狱。虽然他的哥哥熊大买通州长多方营救，可弟弟熊二依旧被判刑10年。州长出人不出力的结果让熊大愤怒，直接结果了他的幸福。შენ მითხარი რომ სასწრაფო საქმეა. მოდი არ დაგავიწყდეს, მან როგორ აღმოჩნდი და რატო, ხო? ხარი გაგვიხდა ალბათ, ხო და ეხლა უნდა დავკლათ და დავმარხოთ სანამ სულ. 而入狱后的熊二在哥哥的帮助下，完全不顾小美和孩子的感受，将他们都接到了监狱。为了逃离熊二的掌控，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安宁的环境，小美向姐姐发出了求救。接受了任务的泰勒很快就收到了酬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已经重回巅峰状态。6周后，泰勒带着团队来到目标监狱，通过收买狱警，店员切断了5分钟时间。Phoenix is at Alpha. 泰勒非常顺利地潜入了监狱，并通过提前做好的标记找到了小美和孩子。面对陌生人的营救，深受父亲帮派影响的大儿子杰克询问父亲是否会一起离开，在得到母亲小美的回答后，才安心的跟随离去。原本一切顺利的救援行动，却因为小女孩掉落的娃娃而惊醒了帮派的成员。伴随着监狱囚犯的暴动呐喊，以及监狱警察的快速支援，原本的撤离通道已经无法使用。慌不择路的几人居然闯进了满是囚犯的房间。面对泰勒的枪口，依旧有囚犯带头冲了上去，一场搏斗就此展开。危机关头，定时炸弹突然引爆。摆脱了囚犯的众人一边撤离，一边联系队友寻找安全路线。可此时的监狱随着暴乱的发酵已经变得无比混乱，泰勒只能带领众人从煤炭运输槽撤离。在将2个孩子安全送到地面，正准备送小美上去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熊二手持钢管对泰勒发起了进攻。
在一番激烈的搏斗过后，技高一筹的泰勒一刀结果了熊二的性命。可是两人也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间，迫不得已的营救小队只能分头行动。花姐和弟弟带领2个孩子率先撤离，前往3号接应点等待泰勒2人。而被困监狱的泰勒和小美，要想到达3号接应点，就必须穿过满是暴动囚犯的广场。为此，别无选择的泰勒只能硬刚，与这群亡命之徒展开血战。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下，泰勒雷神附体，凭借一己之力干翻了几10号不要命的囚徒，并在小美被抓走前成功将她解救。随着队友花姐的接应，众人也及时的乘车逃离了监狱。可还没走多远，熊二死亡的消息就传到了熊大的耳朵里。一支全副武装的车队发了疯，对泰勒的营救车队展开了攻击。Got multiple bikes and an unarmed UTV. Yeah, so am I. We're hit! Keep those bikes off me. 一番玩命的森林追逐后，营救小队解决了大部分的追兵。可泰勒驾驶的汽车在进入接应点附近的时候，还是被后方全地形车发射的火箭杆击中。危机关头，花姐和尼克驾车返回，将车横在了泰勒等人的前面，一边掩护射击，一边下车查看几人是否受伤。失去了汽车的众人只能徒步逃命。60 seconds out. Seconds out. 在穿过了半个工厂后，终于抵达了撤离点，登上了早已等待多时的列车。可敌人的追杀并没有结束，2架武装直升机追了过来。只见泰勒不慌不忙地走入了车厢，翻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重机枪。在直升机攻击的间隙，端着重机枪发起了反击。随着机枪喷射而出的子弹，第1架直升机被成功击落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第2架载有武装人员的直升机紧随而至。直升机上的5名人员成功登上了列车，其中2人前往驾驶室，想要控制行驶的列车。可他们刚刚进门就遭到了花姐的突袭。就在花姐以1比2激烈战斗的时候，登上列车的另外3人通过爆破手段进入了车厢，与及时赶到保护小美一家的泰勒展开了战斗。在泰勒和尼克的全力拼杀下，进入车厢的3人被全部干掉。接着泰勒立刻赶往车头支援花姐，而花姐的战斗此时也已结束。没等2人喘口气，一阵雨点般密集的子弹划过以后，毫发无伤、头型都没乱的泰勒登上了车顶，捡起了机枪，轻松地实现了反杀。解决了追兵的泰勒刚刚返回，就发现列车的刹车系统已经损坏。
连忙返回车厢，安排众人将身体绑紧。可他自己还没来得及固定，就被列车脱轨时巨大的惯性甩飞出去。伴随着漫天的浓烟，出轨的车厢散落一地。泰勒再次雷神附体，完好无损地带领众人逃了出来。Armodi you are! Mama sen Armodis. Did you kill him? Listen, listen. 就在众人以为安全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已经知道父亲死亡真相的杰克偷偷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伯父熊大。此时的熊大准备亲自出马，为死去的弟弟报仇。他召集了一支勇猛的复仇小队，要亲自了结泰勒和小美的性命。正在他不知道去哪寻找泰勒的时候，正好就接到了杰克的电话，他就把所有的行程都泄露给了伯父熊大。成功逃往奥地利的救援小队要做短暂的停留，需要制作小美和孩子的护照后才能再次逃亡。而看到妹妹和妈妈被细心照料后，杰克突然开始后悔了，尤其是从泰勒口中得知原来是爸爸想要杀掉妈妈，如果妈妈不雇佣泰勒，妈妈就会死的真相后，杰克幡然醒悟，告诉泰勒自己已经向大伯告了密。果然下一秒远处就传来了异响，一架直升机正冲着他们飞来。Attack teams north side, move. 随后泰勒立刻叫上所有人准备撤退，可这时熊大的那架骑部队已经全副武装来到了酒店1楼。 Aritsiro amadamian. Bevar sheniyojak. Ninar sheniyojak. 就在这时，直升飞机发现了小美。泰勒见状，连忙上前救人。下一秒，直升机火力全开。在宣泄完一波子弹后，直升机飞向了楼顶。泰勒明白，他们这是要包围自己。于是泰勒马上开始行动，来到地下车库，准备利用武装车带着大家冲出去。结果这时男孩竟跳下车跑了出去，尼克连忙追了上去。无奈的众人只能先行驾车撤离，稍后接应。此时的地面上，当地的执法部门也派车来到了现场，却被熊大全副武装、手持重武器的手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另一边，泰勒也遭到了袭击。另一边，杰克不顾尼克的劝阻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熊大。 Hey, kid, trust me, you don't want to do that. Your mother did all of this to protect you. Come back. 어디 ჩვენთან? 而摆脱拦截的花姐驾车刚刚赶到，就遭到了熊大手下 RPG 火箭筒的攻击。幸运的是，花姐活了下来。可此时的两人陷入了前有熊大拦路，后有追兵堵截的境地。只见尼克向后方拦路的武装分子丢出了一颗手雷，花姐立刻向后突袭，尼克则再次扔出了手榴弹掩护。就这样，两人成功的撤回了车库。另一边，泰勒也打得十分激烈。不过泰勒在打斗中拉掉了对方身上的炸弹，下一秒炸弹爆炸，泰勒头也不回离开了现场。随着战斗的继续，当地警方派出了特战队前来支援，可他们刚到现场，就遭到了狙击手 RPG 火箭弹的进攻。同时，泰勒开车刚来到地面，也一样被火箭炮盯上。接连挨了2下火箭炮后，泰勒的车还是报废了。在泰勒下车后，当地武装直升机出现，所有火箭炮一下子全被吸引。飞机上的狙击手立刻开始反击，那2个炮兵终于在此时被干掉。在地面的熊大受不了了，拿出火箭炮就对准了飞机，下一秒飞机被击中。这时没了武装车的泰勒只好改变策略，返回酒店抢夺楼顶的直升机。随后，泰勒返回酒店，进入电梯。泰勒让花姐和尼克去屋顶抢飞机，而泰勒准备去楼顶下一层往上清扫。接着，3人便开始了大战。而泰勒利用电梯放置手雷，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泰勒随后出现，轻松解决。泰勒扔出手雷，拿着步枪就冲了上去。在以一敌多的情况下，泰勒竟占据了上风，但泰勒的队友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尼克在楼梯阻击敌人时，为了干掉敌人，尼克身中数枪才艰难取胜。同时，在楼顶抢飞机的花姐被对手扑出顶楼，
掉到了顶楼下的玻璃天窗。在下一层的泰勒看到后，快速解决掉身边的小喽啰，击碎玻璃就冲了出去。通过打碎天窗，利用下方的支架，泰勒艰难地抓住了花姐。可就在这时，熊大出现，他想要好好折磨一下泰勒，于是一枪就打中泰勒的手背，接着还想让泰勒亲眼看着花姐死亡。原来是花姐苏醒，接着泰勒把花姐扔进了楼。泰勒和熊大随之爬上天窗打了起来。也就在两人打斗中，玻璃再次破碎，熊大掉到楼下失去了意识。此时花姐抢下了飞机，泰勒赶去会合，结果等尼克赶到时，熊大竟来到背后放冷枪。趁着熊大换弹的间隙，花姐顺利启动了飞机离开了这里。可尼克因为身中数枪，在飞行途中就离开了人世，这让花姐和泰勒无比痛苦。晚上，泰勒在安置好大家后，熊大竟打来了电话。原来熊大因为没杀掉泰勒，现在已经寝食难安。泰勒也因为尼克的死十分愧疚，约定了一地点，决定做个了结。马上泰勒就整理起了装备，随后一个人就赶去了约定地点。 Don't do this. Stay with her. Get them out. 泰勒悄无声息地来到目的地，发现有一小弟在放哨，直接就是一个榴弹伺候。熊大等人马上被惊动，而泰勒对着熊大的这个基地就发起了猛烈攻击。发现熊大最后一个小弟，泰勒打完自己的榴弹炮，就上去用手枪彻底嘎了他。来到一个建筑，泰勒终于见到熊大，结果熊大无耻地把炸弹挂在了杰克身上。不仅如此，熊大还让杰克取走泰勒的手枪，并命令杰克杀掉泰勒为父报仇。 Give him the weapon. Now weigh the gun in your hand. You're a coward. Coward. 다음 biznes kıl gitxari. ხო ეს კაცი მამა შენი ვიცხობდა. 可杰克当然下不了手。也就在这时，花姐突然出现，熊大被吓得连忙挟持杰克。此时杰克也彻底醒悟，自己的爸爸和伯父都是疯子。 Boy. 花姐抓住机会立马开枪，一旁的泰勒连忙扑倒熊大，随后他们就又开始了近身打斗。熊大拿起锯子就砍向泰勒，泰勒为了反击，拿上螺丝刀酷酷就捅了上去。熊大吃痛，于是就把泰勒甩了出去。两人倒地后，泰勒刚要拿起一旁的锤子，结果就被熊大来了一铁链。 顿时，熊大被冲得晕头转向。泰勒拿上铁钉，抓住机会直接刺向了熊大。熊大还想抵抗，泰勒奋力一按，下一秒他的胸膛就被刺破。可就在泰勒以为他终于消停时，可这时当地特警赶到，泰勒和花姐很快被关进了监狱。结果泰勒还没在里面待多久就被请了出来，并被带到了黑哥面前。原来是黑哥把他弄出来的。 只需要泰勒再为他干一票。Not without my team, I'm not leaving her behind. 随后，花姐也同样被黑哥带出了监狱，这让泰勒没了拒绝的理由。 You'll love him.